K50 和 K50 Pro Redmi 新发布的旗舰手机，这两台手机长得很像啊，只有后摄下方标注着4800万像素跟1亿像素的区别。没错 ，Pro 的后摄是1亿像素的，而且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都支持光学防抖，号称要在性价比手机中普及光学防抖。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对比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大家觉得1亿像素跟4800万像素在成像方面区别会很大吗？如果你觉得区别很大，打1；如果你觉得区别不会很大，打2。前两天我刚在节目里聊到手机防抖的话题，结果 Redmi 新出的 K50 系列，它就主打了光学防抖。光学防抖呢，虽然说在成像上确实有帮助，而且造价贵一些，但是很多时候它是不管用的。比如说很多朋友的拍摄环境，它就是暗光环境，拍摄会动的物体比如说在屋里拍摄小孩啊、宠物啊，在外面聚会的时候拍摄欢乐的场景啊，在聚餐的时候拍摄呀，对吧？这个时候它都是暗光环境，而且被摄物体都在动，这个时候需要高速快门才能把画面定下来，防抖是不管用的。在暗光下拍摄不会动的物体，比如说建筑啊、环境啊，这个时候还是可以的啊，这个时候防抖还是不错的。那不管怎么说呢， K50 系列既然主打了影像，那么作为聊影像的节目，我们肯定要聊聊它。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会知道，我们的节目分2大板块，一个是鼓励摄影环节，一个是正式对比两台手机的影像环节。在鼓励摄影环节呢，就是我们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然后激励大家参与到摄影中来。这次这个环节啊，不都是这2台手机拍的，还有之前下雪的时候其他手机拍的。但总之呢，都是手机拍的，您的手机也能拍。看完上面的照片，希望可以在摄影方面给您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想法，也希望您可以拿起最便携的摄影设备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啊，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么下面呢，就正式进入这2台手机的对比环节了，看看它们在影像方面、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K50 跟 K50 Pro 在后摄上都是3颗镜头，主摄、超广角还有一颗凑数的微距。当然了，在拍摄界面上2台手机也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拍摄界面中3个焦段切换按钮中的2倍镜头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它是没有2倍镜头的。既然这2台手机在影像上唯一的区别就是主摄的像素不同，那么我们就先从主摄开始聊起。从硬件参数上看，2台主摄除了像素不同以外，就是感光器的大小不同了。K50 这边的有点小啊，如今这个时代它肯定算是非常小的主摄感光器了。从样片上看，2台主摄拍摄的色彩风格是不一样的。K50 稍微冷一些， Pro 那边暖一些，而且视角是 Pro 的稍微广一点。还有就是拍摄的时候是大阴天，但是我记不住当时的色彩到底是什么样的。你们觉得哪台拍的好看，哪台就好看。中心解析力方面，2台手机的表现还都是不错的啊，光学分辨率都挺好，而且也没什么锐化痕迹。边角画质方面，你们就得仔细看了啊，这里就得考你们的眼力了。我要告诉你们，这2台手机的边角画质在光学分辨率上是很接近的。现在图像的差距非常大，主要是来自于颜色的区别、对比度的区别。再换下一组主摄的对比样片，颜色方面还是有冷暖的区别。中心解析力方面，2台手机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也是比较接近的。边角画质这回我们看左上角
两台主摄在成像上在边角画质都有所下降，但是 K50 在紫边上是比 Pro 大一些的。两台主摄都有自己的高清模式 ，K50 是4800万像素 ，K50 Pro 是1亿像素。那在中心解析力方面，两台主摄差不多啊。Pro 那边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只能说稍微强一点点，但是并没有发挥出1亿像素的优势。那就再看一次高清模式的对比，中心解析力方面还是区别不大啊，还是仔细看的话 ，Pro 稍微有一点点优势，但是优势不大。那下面咱们说人像模式啊，因为这两台手机拍摄人像都只用主摄拍摄啊，样片上有些我站的位置有点偏啊，这是因为我自己摆拍，我可能找不准位置。我估计看了几张，你们也发现了 ，Pro 的人像在肤色上有点发红，但是这两台手机在成像风格上真的是非常稳定啊，而且他们的人像模式在成片效果上看也是很接近的，水平基本相当。可惜就可惜是只能用主摄来拍啊，如果有一颗2倍、3倍的镜头该多好啊！那行吧，咱们再看超广角吧。两台手机的超广角配置是一模一样的啊，像素不高，是800万像素，而且视角也都不是很广，差不多16毫米左右吧。从样片上看，两台超广角拍摄的照片风格真是一模一样。那中心解析力方面也是一模一样。那我估计你们也猜到边角画质的对比了，还是一样的。那为了严谨再对比一组超广角，从成像风格上说还是一样的，中心解析力方面还是一样的。边角画质方面还是一样的。那这里再看一下2倍镜头的拍摄效果吧。其实这两台手机都没有2倍镜头，都没有中焦，它们都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摄。那谁让他们在拍摄界面中有一个2倍可选的按钮呢？那咱们看看拍摄效果吧。从样片上看 ，K50 这边的拍摄效果有点惨白啊 ，Pro 那边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在中心解析力方面啊，其实光学分辨率还是差不多的，区别就是在颜色，在对比度上。那再换一组对比样片，还是 K50 那边拍的有点惨白 ，Pro 那边的效果还不错。中心解析力方面，两台手机还是非常接近的。那说一下微距吧，毕竟这两台手机都有一颗200万像素的凑数微距镜头。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那颗中焦的微距镜头呢，其实那颗镜头还挺好玩的。从这点上说呀，这个成本从哪儿省它都得省啊。从实拍样片上看，两台微距拍的就说还行吧，但是就是不能放大啊，只要一放大看，这个200万像素真的是经不起放大。您说这微距镜头我怎么评价呢？你说它凑数吧，它还真能独立成像，可是这个效果嘛，那我只能说聊胜于无吧。咱们看看扩张度的表现，扩张度好呢，可以让你的后期更加的便利。从样片上看，两台主摄的扩张度都非常暴力啊，暗部细节提亮的非常多，但是颜色都有些失真。放大一看啊，这亮部细节提亮的代价就是噪点非常多。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是 K50 这边看起来暗部细节更加暴力一些，那放大一看呢，也是它的噪点更多。其实后面的照片也是一样的啊，谁的暗部细节提亮的猛，谁的噪点就更多。从我拍摄的这几组扩张度测试样片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在扩张度的表现上还是非常积极的啊，在软件调度上，最起码可以说明软件开发人员把扩张度的表现作为很重要的一个点去认真对待了。再看夜景的对比，两台手机都是可以关闭自动夜景的，这点非常好啊，值得表扬。先看大光比的场景，两台主摄的表现还都不错，就是亮部细节的表现不是很好。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啊，也只是亮部细节的表现不是很好。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会知道，这个直出表现已经算不错了。再看一组城市灯光照明环境的，先看主摄，两台手机的表现非常接近，也还都不错。超广角的表现就是噪点太猛了啊。再看一组大光比的场景，两台主摄的表现我觉得是可以了啊，相当不错了。超广角的表现由于硬件是一样的，所以表现也是非常一致的。作为性价比的手机，而且还是直出的表现，两台手机的夜景模式在我心里已经觉得挺好的了，所以我就多拍了几组。那总体表现呢，我还是认可的啊，作为性价比手机来说。但是真正的考验呢，还是要在极暗光环境下看看它的表现。一开始我觉得这两台手机加了防抖之后，应该夜景模式时间会长一些啊，但是并不是，它的夜景模式时间还是非常短。夜景模式的测试，我们就从纽伦邦小巷这个比较暗的场景开始。主摄的表现 K50 的稍微强一些，这点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超广角的表现倒是非常一致，这点我是之前想到了。祖传神助场景亮度进一步降低了啊，主摄的表现还是 K50 的比 Pro 强。
超广角的表现，两台还是一样的。健身器场所主摄的表现还是 K50比 Pro 强，超广角的表现还是水平基本一致。最暗的祖传神树 Pro 场景，结果还是没有反转，主摄上 K50强于 Pro， 超广角还是差不多。下面看视频录制的对比，我们用的都是默认设置啊。现在看到的是白天的主摄走路防抖表现，可以看到无论是画面的效果、亮度、色彩，还是防抖的表现，都是 Pro 的明显更好。超广角的表现跟其他的对比环节一样，两台手机非常接近。那再换一组主摄白天的表现，依然是 Pro 的表现更好啊，颜色啊、防抖啊，各种表现都是 Pro 的更好。相同场景，两台超广角的表现我都不用看我就知道，一定是非常接近的。白天的对比看完了，现在是晚上的主摄表现。Pro 的优势从白天一直延续到了晚上啊，无论是清晰度还是防抖，都是 Pro 的更优秀。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肯定还是一样的。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就非常暗了，录像的表现上 Pro 的优势还是有一点点，但是差距没有之前的大了。超广角的表现，两台手机还是非常的一样。硬件方面，处理器的区别是最大的。Pro 用的是天玑9000，而 K50用的是8100。在性能方面，肯定是 Pro 的更优秀。屏幕方面，这两台手机做的都非常优秀啊，以他们的价格来说，这个屏幕是非常不错的。哦，对了，还有一点 ，Pro 的充电是非常优秀的，120瓦快充。虽然说 K50那边已经是65瓦快充了，但是在 Pro 面前还是个弟弟。工业设计方面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这两台手机真的是太一样了，就各种一样呗，大小、长相、尺寸、厚度、重量，反正都基本就差不多吧。反正聊性能、聊游戏的节目已经够多的了，够你们看的了。那下面我们直接就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Redmi K50和 Redmi K50 Pro 这两台手机虽然说没有中长焦镜头，但是结合售价的话，影像的表现已经不错了。主摄的表现上 ，K50 Pro 的1亿像素高清模式在白天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优势，和 K50的4800万像素在解析力方面没有什么差别。但晚上的表现 ，K50 Pro 不如 K50这点，我之前是没有想到的。主要的差距就是在极暗的环境下的夜景模式上。好在录像的表现中 ，K50 Pro 的主摄相比 K50来说优势还是明显的，这点还是给它更贵的售价找回了点面子。值得肯定的是，这两台手机在宽容度的表现上都看到了性价比手机不曾见到的努力。虽然说表现还不完美啊，但是已经值得肯定了。还有一点要提出表扬的是，两台手机都能关闭自动夜景，这点真的非常好。OK， 到结尾了，希望上面的内容对您在选择方面有所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